好学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4156，欢迎回到不只是朋友。今天中考刚刚结束，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。此刻的你可能正躺在床上刷手机，也有可能刚和朋友逛完街，也有可能像我一样焦虑，在狂欢之后的深夜突然感到一阵空荡荡的茫然。中考结束了，然后呢？接下来你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，高中，新的学校，新的班级，新的同学，新的规则。从前好不容易建立的社交圈，那个你熟悉的世界即将被打破，你又要重新认识一群人，重新适应一种节奏，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这对很多人来说，其实是一件比考试本身更紧张的事情。所以这期节目，我想聊聊社会化。我刚开始对社会化的理解是八面玲珑啊，讨人喜欢呀，如何混进圈子这种文化。但是现在有了更成熟的理解，如何在人群中既不丢失自己，也不孤立自己，如何在融入环境的同时不被环境吞没，如何在学会看见别人的同时，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。开始之前，我觉得呢，很多听我播客的可能都是高敏感人群。但是后来我对中医开始感兴趣之后，其实这种在中医里可以叫做预制型体质。之前老是觉得自己有毛病，为什么别人可以大大咧咧什么都不用想，我却要把一句话一个眼神都翻来覆去想800遍。况且这种体质还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，你自己的细胞和细胞之间都会打架。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讨厌这个体质，我强迫自己变得理性不多想，强迫自己变得有钝感力，强迫自己像那些人看起来一样很轻松地活着。但是我并没有成为他们，而且把自己搞得更累了。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高敏感不是病，它是一种特质，不是缺陷，而是一种天赋。但是后来我逐渐明白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但是，不加社会化的高敏感确实只能带来痛苦。就是如果你只是高敏感，却没有学习如何处理这些敏感带来的信息，你就会收到的信息越多，负担就越重，越能察觉到别人的情绪，就越会被别人的情绪淹没，越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就越容易的去失去自己。所以高敏感人格很需要社会化，但不是把自己磨平，而是学会保护自己，同时保持敏锐。首当其冲的，我觉得是心态。很多人在进入新环境的时候会陷入2种极端，一种是自我贬低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会说话，不会交朋友，别人会不喜欢自己。另一种就是自我高看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不屑于融入，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幼稚，不值得交往。我曾经就是这2种心态，但是这2种心态就会让你很难的与他人建立连接。自我贬低的人会在社交中过度的讨好，你说什么他都附和，做什么他都配合，但是他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，因为他很害怕一旦表达就会被讨厌。但是这种社交就是不可持续的，它会消耗你自己，也会让别人觉得你不真实。自我高看的人呢，会在社交中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觉得别人不如自己，不愿意放下身段去了解别人。但问题是，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人，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都有你不知道的故事和经历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俯视的位置上，你就错过了太多可能性。那什么样的心态是更社会化的呢？我觉得是平视众生。你不比任何人差，但也不比任何人好。你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，但别人也是。
你有你的长处和短板，别人也有别人的。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，不是比较，而是一场相遇。你带着你的故事来，他带着他的故事来，你们可以在某个时刻交汇，然后继续各自前行。养成这种心态的好处是，你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感到自卑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不足而轻视他们。你可以用一种相对松弛的态度去社交，因为你不用在每一次互动中都对别人和自己加分减分。你不是在表现自己，而是在呈现自己。在你呈现自己的同时，难免会有一些评价。不要怕被评价，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挺难的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预制体质的人来说，因为我们太容易接收到评价的信号了。但是别人对你的评价更多其实是反映他们自己。一个总是挑剔别人的人，往往是对自己不满的人。一个喜欢背后说闲话的人，往往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。一个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人，往往自己是内心缺乏安全感。所以当别人评价你的时候，可以先停下，想想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呀？如果有的话，就虚心接受，改进自己；如果没有，就让它过去。不要让别人的评价成为定义你自己的标准。太在乎别人，会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反馈上。别人夸你一句，你就高兴半天；别人不理你了，你就觉得天塌了，情绪完全被外界牵着走。几个月前，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但是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由别人说的算。说完心态的问题，我们再说说社会化的核心部分。我觉得社会化的核心部分就是要学会看见别人。在一个婴儿没有社会化的时候，他的世界是全能自恋的。学会看见别人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看见别人的前提是你需要暂时的适当的缩小自我。什么是缩小自我呢？就是你不要再觉得所有人都聚焦在你身上，不要再把每一次社交都当成表演，你愿意把注意力分出去一部分，去关注身边的人，去想他们在说什么，在想什么，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需要。感觉现在很多人谈社会化的时候，强调的就是如何让别人看见我，让别人喜欢我。但是我觉得真正有效的社会化起点恰恰是你先去看见别人。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，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人性的需求。当你真诚地去关注一个人，倾听一个人，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对方会感到一种被重视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比任何花哨的社交技巧都更有力量。而且当你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，放到别人身上的时候，自己反倒会放松一点。因为你不再忙着担心说我表现得怎么样，他会不会喜欢我，而是真的开始好奇他有什么故事，他是什么样的人。这种好奇心非常好。不过呢，缩小自我并不等于失去自我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觉得看见别人就是迎合别人，取悦别人，放弃自己的立场去满足别人。但其实是你可以在看见别人的同时，依然保持自己的判断和边界。你可以理解一个人的处境，但不一定认同他的做法。你可以倾听一个人的观点，但不一定接受他的观点。你可以对一个人友善，但不一定要和他成为朋友。我觉得这样的社交状态就是非常健康的，你既能走出去，也能退回来。所以试着下次和别人聊天的时候，多问一个关于对方的问题，出于你对他的观察和好奇。然后你就发现，当你真诚地对别人感兴趣的时候，
对话就会自然而然地深入下去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从表面的寒暄走向更深层的连接。接下来我想聊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，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：孤独。进入一个新的环境，最难受的事情就是孤独。你可能还没有交到朋友，你在课间不知道跟谁说话，你可能在食堂里端着餐盘不知道坐在哪里。我记得我刚入学初一的时候，就是很害怕中午吃饭，因为我感觉有点尴尬，有点羞耻，我没有人一起。每次下课铃响的时候，我看着周围的同学三三两两的结伴走向食堂，我就是只能拖延时间，等到走廊里的人少了，我才一个人走过去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，然后匆匆吃完就走了。但是现在回头看，就是当时真的是想多了呀。自从我不排斥孤独之后，我学会了和自己相处。学会和自己相处是一个人成长的必修课。你能享受一个人的时光，就不再害怕孤独了，因为你知道即使没有人在你身边，你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你有能力让自己开心，有自己的世界可以沉浸。这种能力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，因为它意味着你不再需要通过依附别人来获得安全感。你可以选择和别人在一起，是因为你想，而不是因为你怕。我们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，比如试着一个人在食堂里慢慢的细嚼慢咽的吃完一顿饭，而不是狼吞虎咽的吃完然后逃走。其实这对大脑也非常好，这是一种正念的过程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就要一直一个人，人是社会动物，我们需要朋友，需要链接，需要归属感，但是千万不能把有人陪当做你幸福的前提。学会独处是为了让你在人群中更从容，而不是让你远离人群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我感觉比孤独更让人困扰。你明明有朋友，有饭搭子，有一起上下学的伙伴，但你感觉到和他们格格不入，他们聊的话题你插不上嘴，他们的笑点你 get 不到，他们热衷的事情你觉得无聊，你坐在他们中间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，还只能莫名其妙的蹦出一两句不太合时宜的话去应付。你会怀疑是不是我有问题啊？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那样轻松融入呢？但其实格格不入也没关系，每个人的频率不一样，你可能和这个节奏的群体不太匹配，没有对错，只是一种客观的差异。你不需要因为这个来否定自己，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适应他们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也不是很建议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，然后彻底放弃社交，因为这样做你可能会错过一些真正适合的人。像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可能有点文艺病和哲学病吧，总是感觉自己和同龄人格格不入，于是就一直独处。但是现在我其实已经可以很自如地面对一些社交了，而且不是应付，是我真正的乐在其中。但其实我也经常是主动的一方，主动是你的勇气，但是对方拒绝或者不回应是对方的自由。有的时候确实会很尴尬，但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，剩下的交给缘分就好了。不要因为害怕被拒绝就放弃所有可能的美好吧。当我们开始和一些人有了初步的链接之后，有2个习惯我觉得可以把关系经营得更好。第一个习惯是表达满意。比方说你和某个人聊了一次天，感觉很愉快，但是聊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，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，那次愉快的交谈就好像一阵风吹过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但其实你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
就是在聊天结束后，给对方发一条消息，就说一句今天和你聊天真的很愉快。就这样一句话会让对方感到原来你也觉得这次交流是有意义的，你也在珍惜这次链接，这会极大的增加你们之间的信任感和亲近感。与此同时，也是在训练自己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学会肯定美好的瞬间。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习惯，会让你更容易地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。第二个习惯是保持边界。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，有些人合得来，有些人合不来，这很正常。对于那些你感到不舒服、消耗你的能量或者价值观差异太大的人，就不需要勉强自己去维持关系了。保持边界的意思是你友好的对待每一个人，但你知道哪些人可以走进你的内心，哪些人只要停留在那种层面就足够了。怎么定义你自己的边界呢？就是以你真实的感受为准呀。当你和某个人待在一起，你是放松的还是紧绷的？你觉得自己被滋养了还是被消耗了？你的情绪和身体会给你答案。不要忽视这些信号。你的感受是合法的，你的边界是需要被尊重的。就像我之前有个朋友，他对我表达了很多观点，比如说你们学文学的人，喜欢文学的人就是龌龊。当时我就即刻地表达了自己的边界和不满，也告诉他不要拿这些话来影响我的情绪，不要拿这些话来定义一个喜欢文学的人，甚至是任何人。社会化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观察和学习。我其实很喜欢观察人类，尤其是那些社交能力强的人。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他们很擅长倾听，很擅长提问，而且能问出那种让对方愿意讲下去的问题。他们有幽默感，不开过分的玩笑，但能让气氛轻松起来，而且不以伤害别人为代价。他们懂得适时地分享自己，不是一味地展示自己。他们很有分寸感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安静，什么时候该进一步，什么时候该退一步。对于我观察到的这些人，我就选择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。这和模仿不一样，模仿出来的很不自然，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。要么就是要多多练习。比如说我最焦虑人际关系的那段时期，就是每天对着墙模拟社交场景。接下来我想聊的是一句流行语：保想要，保得到，但你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。社会化的过程中，你会慢慢发现你想要的东西不会自动到你手里，你需要去争夺，你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。这就是我想要，我得到。第一层其实是你要敢于说出我想要。很多人在社交中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，怕说出来会被拒绝，怕显得自己太功利，怕破坏和谐的气氛，所以他们总是被动的等别人来满足他们，然后在失望中默默消化。但事实上，合理表达自己的需求是建立健康关系的基础。你想要什么可以说出来，对方可以选择满足你，也可以选择不满足你，这都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不说，你连被满足的可能性都没有。第二层就是你要有能力去得到你想要的，光说不做是不够的。你想要被别人尊重，那你需要有值得被尊重的品质。你想要被喜欢，那你需要有让人喜欢的特质。你想要在某些领域取得认可，那需要与之相配的实力。
这并不是任何的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，只是说你要对自己的愿望负责，如果你想要什么就去努力提升自己，让自己配得上那个愿望。最后我想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命题，社会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你变得圆滑世故、八面玲珑，人人都喜欢你吗？是为了让你在人群中游刃有余，左右逢源，从不吃亏吗？我认为这不是你真正为了的事情，这只是在你社会化过程中顺便得到的。社会化最终的目的，我觉得是让你更真实。在你经历了各种人际关系的打磨之后，依然知道自己是谁，依然保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，依然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。你学会了社交技巧，但这不是操纵术。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教人如何操控别人心理的视频，这其实是有点病态的，因为我曾逐帧学习过。但这样让我在社交中感到越来越累，越来越不像自己，越来越迷失方向。这说明就是我走偏了。你要真正的去问自己，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我真正想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？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高中生活中，能够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面对社会化。我愿意走出去，去认识新的人，去体验新的事物，去拓展我的边界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会丢掉我自己，我会保持敏感，但也会学会保护自己。我会看见别人，但也不会忘记看见自己。我会融入环境，但不会被环境吞没。社会化，也不被困在社会中。感谢收听，我是4156，我们下期见。好学猫